Hello，大家好，《满江红》的电影呢最近大热啊，我们之前也做了电影的影评啊，包括相关的新闻呀，有很多啊。那我们这一期呢，来聊一聊真正历史上的这个岳飞还有秦桧是怎么回事，好吧？因为很多人也在关注这个，我们呢以我们自己这种非历史研究人员啊，非专业人员啊，聊聊我们就以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正常的认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儿，好吧？首先说我们小的时候啊，都从知道岳飞这个事儿来讲，应该都是我忘了是小学还是中学，应该有课文有讲过。大概的意思啊，就是岳飞呢是南宋时期的一个有名的大将军啊，不管是什么将军，咱就不那么细了。他呢就是抗击外敌啊，当时的外敌呢就是金人。金国啊，其实呢，金国待会儿我再讲金国是哪儿啊。从小就讲岳飞是抗击这个金国人的大英雄啊，打仗的，抗击外敌，避免那个被侵略，好吧？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几个奸臣出现了，一个是秦桧、王氏，还有一个呢应该是叫莫奇谢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张俊啊，大概4个人吧，反正其实还有很多啊。这4个人为主，是4个大奸臣。他们呢，就是觉得这个岳飞是大英雄啊，他们就嫉妒、羡慕、嫉妒、恨啊，就使各种计谋，就陷害岳飞，说岳飞你叛国，你，反正就各种的叛国罪等等的啊。那后来皇上是不是也忌惮他？哎，这个我们后面讲的，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小学我们看到的，从小学给我们教的历史嘛，就是岳飞就是大英雄，然后呢被4个奸臣害了啊，秦桧、王氏呀，这个莫奇谢还有张俊4个人，岳飞遭到奸臣陷害就死了啊，坐牢。就反正死刑了啊！死前呢留下了《满江红》这首诗呢，传给后人了，后人就纪念岳飞。岳飞呢就是大英雄，那4个人呢就是大奸臣，所以后人呢就专门造了岳王庙，就是给岳飞的岳王爷。然后呢就专门又造了4个人的这个4个奸臣的像，跪在岳飞的像的对面。几千年就是谢罪，给岳飞谢罪。4个人都跪在对面，对，有4个像。但是我看了一个新闻，好像有5个像，历史上是有5像，好像后来去了一个。反正就主要这4个人，整个这寓意呢，就挺好的，其实激励很多人爱国呀等等的这些民族大义啊。但是这个相对来讲是真正历史嘛？我们今天做这一期，那它肯定不是真正历史，它真正历史可能我们就不做这一期了，好吧？首先呢，就说当年的这个南宋啊，因为大宋后来分裂嘛，南宋、北宋，到南宋呢，那个时候金国是大概的什么位置？其实金国就是现在的这个部分的蒙古地区，还有西藏地区、新疆地区，包括东北地区，就都包含了。其实都是一起的，抗击金国呀，抗击外敌呀，其实都是一家人啊，其实都是我们现在说传统意义。当然，这个概念很这个要说就很多了啊，就是其实大概都是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整个地区的人，所以很多人。就是大家讲看了这个片儿，什么抗击金人呀，抗击这个什么蛮荒呀、匈奴呀，其实都是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民族的。那第二个呢，刚才我们讲的《满江红》啊，都说《满江红》是岳飞的作品啊，岳飞是作者，但其实是我们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但是更多的啊，历史上考证可能性更大的不是，为什么呢？大概有2个。依据啊，第一个就是说，岳飞死后啊，岳飞的儿子在整理岳飞手稿以后，他把岳飞生前，因为岳飞是爱写诗的，他把岳飞的手稿整理完以后啊，也都规整了，这里面是没有《满江红》的这部诗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满江红》这部诗出现了以后啊，这个时间点是在岳飞死后的500年左右才出现这首诗的啊，所以如果严谨来讲的话，去判断可能性更大的就是。这并非岳飞的作品啊，而是后人为了纪念他写的这首诗啊，愣安上去的啊，所以跟电影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多人还是有这个误解啊，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知识啊，比较简单历史常识的。好，那我们下一个再说岳飞之死啊，除了这个我们以前就是很多人大妈呀这些人认为的就是岳飞秦桧害死了岳飞，但有一种说法历史上真实的就是。当年这个南宋啊，因为跟金国打仗嘛，啊，因为不太平嘛，那打仗呢就会涉及到战事的这个方向问题。那岳飞呢就是主战的，那以秦桧为首的一批呢就是主和的。岳飞当然他是属于武将啊，他带兵的，他肯定是希望打仗。那你带兵军队嘛，他是一个军人，他是需要打仗，打仗才有
资金，才有物资啊，才能有更大的权力调动更多的人啊。那当然文官来讲的话，肯定就主和了。这个从自身利益，你屁股坐在哪个位置，就是他更倾向于哪个立场嘛，对吧？那秦桧就主和了。那这个时候呢，相当于就是主和和主战之争就产生了。那有人就说呢，这个秦桧呢，以这帮人觉得他们是主和的，但是岳飞是武将，他们就反对岳飞，这样最后把岳飞害死了，有这种说法的啊。但是我们仔细想想的话，其实这种情况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即便是这样的话，其实以当年秦桧的实力是没有办法去撼动这个岳飞的。就是刚才之前我们看那个微博贴吧有人说，就是其实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岳飞这个人啊是怎么回事啊。岳飞呢是在南宋时期的一个将军啊，他小时候呢家里是比较贫困的，那后来呢也是学习，然后呢练武啊，劲儿很大，力气很大，武功很好，后来就参军之后呢一直就立战功，之后就当上了将军了。那之后呢就一直带领部队呢去抗击这个金国人啊，打了很多胜仗，这真的是大英雄了。那在历史上呢，岳飞也是一个真正的完人啊，真正的完人什么意思呢？岳飞呢本人会写诗啊，然后呢琴棋书画啊，个人武功也好，就是骑马打仗、统军打仗都 OK， 那真的是这个文武双全了啊，你理解吧？所以就是岳飞属于一个那句话怎么讲呢？就是文能提笔，平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理解吗？就大概这个意思啊。那岳飞本人的品质呢也是非常高的啊，这个人不贪财，不好色啊。不贪财不好色，号称一代名将，对部下呢也是严于律己啊，同时呢赏罚分明，而且精忠报国，没有一点私心。岳飞在历史上啊，以现在历史上的考证，他确实是这么一个人。但是为什么又死了呢？虽然岳飞是历史上这么很完美的一个人，但是有几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第一，当时南宋啊，岳飞所掌握的军队，你知道有多少吗？占比大概占南宋一半以上的军力，就是南宋一半以上的士兵都是岳飞掌握的，岳家军，理解吗？就是岳飞掌控的整个这个国家一半的军力。第二呢，就是当时南北宋割裂啊，整个国家的经济呢是非常受挫的。但是在这种没钱的情况下，当时国库还要拿出每年70%以上的税收，这个钱都要交给岳飞去养兵。什么意思？就一年整个国家一年一半70%的钱都得给岳飞，岳飞再拿钱养兵。士兵拿到钱以后，你觉得士兵认为是皇帝给我的钱还是岳飞给我的钱？肯定是岳飞给我的钱。这个又涉及到岳飞个人的操守问题了啊，操作问题了啊。我听说啊，这个不知道是真假的，就是以前的这个将军啊，就是带士兵啊，在发钱的时候，你拿着钱，士兵领钱，士兵拿钱，这是谁的钱？士兵要大喊，这是皇上给我们赐给我们的钱，都要大喊，就要表明忠心。因为你不知道军营里就有探子，如果你不说这句话，探子可能第二天立马就报给皇上了，理解吗？皇上就不放心了。所以呢，同时呢，我刚才讲了这两点了，一半的军队是岳飞掌控，全国70%的钱都给岳飞，同时岳飞又是一个政治素人，因为他很政治，他不喜欢这种权术啊，不喜欢这种就我们现在奸诈诡计啊，他没有这种政治嗅觉啊，非常正直，非常光明磊落这么一个人。那这些条件种种的凑在一起，他就是一个大忌了，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时的皇帝呢，这个宋高宗赵构呢，他就肯定是正常来讲是坐不住的了啊。你不管岳飞本人是不是真的想他有这个能力，首先，但是他有没有这个心，我不管他有没有，但他具备这个条件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岳飞其实是必死的，并对，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因为有道理啊，但如果岳飞不想呢，其实也不行。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秦桧是白莲花，包括岳飞当时出事以后，很多手下也都叛变了啊，人嘛，他是人性嘛，所以这里面很复杂，它体现了一个人性的问题。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后周的大忠臣，明白吗？赵匡胤就是大忠臣，但是呢，后来发生什么？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就是赵匡胤不想当，但赵匡胤的兄弟想当，大家就起了。所以岳飞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的
如果岳飞不想的话，他底下的士兵你不想你是大英雄了，那底下的人还想再升几级，不代表别人不想啊，对，别人还想升几级，都想当开国元勋的啊，所以这种情况来讲是在历史的角度合理的。所以我们想说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岳飞这个角色这样一个人物在历史上他其实是必然的，整个这个封建王朝统治的每一个朝代，这种人如果出现都是必然的。你手里手握着重兵，你有直接抗衡全国的这个国家的能力，同时你的钱你的经济你拿了将近国家一半以上70%以上，那这种情况你自己就是政治素人。我打个比方，你记不记得这个刘邦在这个称帝以后，你当时应该是萧何，你记不记得？萧何就自己说自己贪污腐败，你理解意思吗？就是让自己不变成一个完人，让自己有把柄。这样的话，皇帝就觉得你没有那么危险，你只要把军权，包括是这个韩信为什么死呢？啊，你把军权去掉，你没有军权，你没有威胁，自然皇帝就不会太忌讳你。那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完人的话，你又没有把柄，他当然会更担心的啊。皇帝想的第一不是老百姓的生，他想的第一的自己的位置要不要坐稳啊，历代皇帝都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大概今天聊了一下整个这历史。所以呢，包括我们讲到这儿，我想举一句电影的这个台词。我们之前讲电影，你跟我讲特别不喜欢姜文的一个电影，但是我就让我想到姜文那部《让子弹飞》了。在最后呢，当时周润发和姜文两个人就仗打完了嘛，周润发输了嘛，周润发就问姜文说，我想知道我对你重要还是不重要？咱们打这仗，你知道姜文说什么吗？不重要。不是，姜文说你不重要，也重要，也不重要，但是没有你对我最重要。哦，对啊，是说这个。好吧，那行，那今天我们这期讲到这里，好吧，谢谢大家。啊，就是我们从小这期没法录了，我跟你说。